雄性每洞房一次，手臂上就会留下一道兽印，手上的兽印越多，就代表宠幸过他的雌性越多。可眼前这5个绝世兽人，手臂上却光秃秃的，原来他们的妻主是满脸疤痕的丑女，仗着自己是贵族的身份，竟强行娶了他们。昨晚更是强行下药，想要得到受夫，结果却在对方反抗的过程中撞到墙上摔死过去。接收完原主的记忆，星河只感觉一阵头疼，刚睁开眼的星河就看见男人跪在地上，季寒身体不适，无法服侍妻主，求妻主责罚。看着男人身上的鞭痕，星河不由得皱了皱眉。他被流放到了环境严寒的北罗部落，流放的路上，受夫为了保护他，都受了极为严重的伤势。然而原主却对他们非打即骂，但星河却感觉到身体的变化，原来前身早已被人下了毒，所以才会暴躁易怒。你先起来，他从末世而来，不习惯被人下跪。听这话的萧季寒不禁打了个冷战。妻主若是对季寒不满，可以休了季寒，季寒绝无怨言。话音刚落，一个长相魅惑妖娆的男子便走了进来。妻主既然要休，不如把我也休了。花凛叶拿出纸笔放在桌子上，眼神冷冽，还带着一丝厌恶的情绪。反应过来的星河恨不能立刻解除关系，但他发现自己的木系异能竟然变弱了。在这么危险的部落，随时都会遇到兽皇城的仇人，眼下他还需要兽夫们的保护，不必着急。3个月内你们若是保护我不受伤害，我便放你们离开，到时候自然会给你们休书。听到这番话的花凛叶和萧季寒都愣住了，他们根本不相信眼前的妻主会如此好心，毕竟他刚刚还给萧季寒下过药。但外面的叫喊声打断了他们的疑惑。大妹子，你快过来看看，你的兽夫被魔兽袭击受了重伤，快不行了。听到喊声的星河赶忙跑到院子里查看情况，只见几个人正在将一条昏迷的青蛇抬到院子中。雌兽林琴看着温南希的样子叹息道，大妹子啊，你这兽夫受了极重的伤，都维持不住人形了。虽然在流放部落里死伤兽人都是正常的事情，但这么好看的兽夫就这样死了，实在可惜。看到躺在地上的青蛇，萧季寒和花凛叶有种无力感，或许他们也会无声无息地死在这里。星河感受到蛇兽夫身上的气息极其微弱，赶忙上前将手放在了温南希的头上。见到这一举动的花凛叶脸色大变，你要做什么？他都要死了，你难道还不放过他吗？好个狗男人，一着急连妻主都不叫了。星河没工夫搭理他们，此时他正用微弱的木系异能治疗温南希的伤势。看着正在愈合的伤势，林琴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大妹子，你竟然有异能，能治疗伤势？星河通过异能进入到了他的精神海里面，他看到了竹林中的一条巨大的青蛇，此时的眼神却十分暗淡，虚弱的温南希却依旧温和。妻主，听到他虚弱的声音，此时的星河却心中一软，放心，你的伤势会慢慢恢复的，我不会让你有事。随后一抹绿色的光芒将他的周身全部围住，本来疼痛的身体仿佛置身温暖的阳光中。还没从惊讶中缓过来的温南希却轻声说道，辛苦妻主为南希疗伤，不必谢，这本也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在兽氏大陆，雌性娶了兽夫，兽夫有义务照顾妻主，护着妻主，妻主也有义务为兽夫疗伤，安抚他们精神识海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温南希的伤势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星河这才停下动作，但消耗木系异能过重，停下的那一刻他还是晕了过去。就在倒下的瞬间，蛇身瞬间化为人形，一下子将他抱在了怀里，接着便轻轻地将星河抱进了屋子。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，两人都发出惊呼，他竟然觉醒了异能，还是治疗系异能，没听说过有雌兽能觉醒异能啊，他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。无论如何，他愿意用异能治疗温南希，就是好的变化。一想到家里已经没有食物了，二人决定明天一起去打猎。他们几个兽夫还需要依靠星河生活，不能让他出事，因为星河一旦在流放部落死去，他们也要跟着陪葬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2天早晨了。透过水盆，星河才看清了自己的容貌，因为被人下了毒，一边的脸已经变黑毁容，只有将毒素解除，他才能恢复容貌。刚从房间里出来，就看到了正在院子里劈柴的温南希。早晨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，让人有一种出尘脱俗的感觉。看到星河走了过来，温南希更显温和。妻主醒了，昨晚睡得好吗？此时的星河还不习惯和兽夫相处，只能点头嗯了一声。担心妻主饿了的温南希又从厨房拿了2个红果和2个鸟蛋递给了星河。如今家里只有这点食物，委屈妻主了。他们已经去狩猎了，应该会打到食物的。星河深知北罗部落的生存环境，周围的森林里经常出没野兽和魔兽，要弄到食物并不容易。没事，今天就由我来烧火做饭吧。说完，星河便走进厨房做起了西红柿鸟蛋汤。做好后盛了2碗放在桌上。在得知红果是从古木森林里找到的，星河神色一动，南希，吃完饭陪我去一趟古木森林吧，我想采集些食物和药材。温南希温润如画的眼眸波光潋滟，这是他第一次说要去森林里，一定要护好妻主。星河看着温南希没有喝汤的意思，突然想到昨天原主下药的事情，不由得有些尴尬。那个你放心，我现在对你们没有任何心思，食物里没有下药。其实温南希是怕食物不够，饿到星河。听到他这么说了，也就拿起勺子尝了起来，一口下肚，顿时露出惊讶的神色，这简直太好喝了。看到男人的表情，星河这才放下心来，那你全喝了，等会儿去山林里找更多的食物，我再做给你吃。如今身边的5个兽夫，只有3个经常出现，而且他与兽夫并没有什么实质关系，眼下还需要保护的情况下，也只有温南希最为合适。兽氏的环境气候简直不要太好，原始森林众多，对于星河恢复异能大有好处。收拾好桌椅碗筷，温南希就幻化成本体蛇身，匍匐在星河的面前，请妻主上来。星河直接坐了上去。在经过部落的时候，很多兽人都露出惊讶的神色。不是吧，星河竟然出门了？听说昨天他这个蛇兽夫要死了，是他用异能救活了他的兽夫。二人并没有理会这些声音，只见蛇身直接一跃而起，仿佛凌空飞行一样。星河下意识地抱住了温南希，只是一瞬间，他的蛇身都僵硬了起来。来到采集红果的地方，他快速放下星河，只是他的耳根此时有些泛红。看到这么多西红柿，星河的眼睛一亮，只是可惜没有好的工具装果。
在周围转了一圈后，星河便坐下来用藤条编织背篓。温南希坐在不远处，看着星河灵巧的动作，如画的眼底变得潋滟幽深起来。你要是觉得无聊，可以在周围转一转，不过我要是遇到危险的话，可能要喊你过来护我。温南希点了点头，家里也没什么食物了，正好在周围看看，猎一些野兽做食物。编好背篓，星河就开始采摘西红柿。正在忙活着的时候，突然一股危险的气息袭来。就在星河回头的瞬间，一头巨大的野兽扑面而来。来不及多想的星河边喊叫的同时，一跃而起，快速地爬上了旁边的树木。听到呼救赶来的温南希眼中露出惊异的神色，他不记得星河还会爬树啊！没有一丝犹豫，温南希迅速地与野兽对战了起来。此时的温南希带着冰霜寒雪般冷厉的气势，古刀飞速旋转，犹如风刃一样朝着野兽射杀而去。就在野兽急速避开的同时，古刀再次旋转一跃而下，优雅轻松地解决掉了野兽。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星河瞳孔微缩，他看得出来温南希实力强悍，温柔只是他的表象。想到记忆里前身解除关系的那5个兽夫，一个个看他恨不能弄死他的眼神，星河都有些欲哭无泪。只是这一愣神的瞬间，星河一脚踩空，直接从树上掉了下来。温南希纵身跳下，在半空中接住了星河。七主没事吧？被抱着的星河有些迷离，兽夫身上清雅的气息让他有些不知所措。那个我没事，你放开我就好，对，放下我就行。一想到这些兽夫都讨厌他的触碰，还是不要招惹为妙。温南希低头看着怀中的星河，这是他第一次抱他，怀中的人儿没有任何惊喜，脸色苍白，神色警惕，身体更是僵硬着。只是他的眼神清澈又干净，跟以前的他不太一样。低沉又沙哑的声音响在耳边：“七主这是在怕我吗？”此时的星河哪还有一点七主的样子，弱弱的回了一句：“没有，怎么会呢？”当彼此的双眸对上的那一刻，星河发现他对眼前的蛇兽夫一点都不了解。七主以前会喜欢我这样抱着你，我这不想改过自新了吗？正当星河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，脑海中突然响起了叮的一声：“宿主，我总算是醒了，还好还好，宿主还在。”自星河出生起，这个空间系统就一直跟随着他。你没事便好，那我空间里囤积的东西是不是也在？由于宿主穿越的时候我也受了伤，现在空间权限受限，只有升级后才能一点点打开。那升级的契机是什么？星河有些不解，就是宿主跟兽夫亲密接触，才能释放不同程度的权限。这次就是因为跟兽夫亲密抱抱，我才能醒过来的。星河有些感叹，没想到空间出现的契机是这样的。看样子现在只能靠自己寻找食物了。这个野兽肉能吃吗？这个野兽不能吃，它是变异兽。听到温南希的回答，星河便不再管那头死去的野兽。很快背篓里便装满了西红柿。正当他准备再去找一些药材的时候，系统却兴奋了起来。宿主，我现在能检测到方圆100米的东西，前方100米草丛地下有红薯，一听有红薯可以吃，星河神色一动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如果在空间种田的话，这产量养活几个兽夫不在话下。接着来到空间系统说的地方，扒开草丛就看到了红薯叶子。温南希也不敢再离开，就这么紧跟着星河。看到眼前的植物，不由得皱了皱眉。相信我，这些可不是草，它们可以做很多食物。温南希，你能不能帮我挖一下这地底下？看着眼前软萌的星河，男人竟有些神色微动，随着手中古刀瞬间落下，地面直接出现一个大坑。别这么用力，下面是食物。温南希动作顿了一下，看着星河认真的神色，再次放轻力度挖了起来。星河看着这些红薯被温南希弄干净放到篮子里，轻声的道了一声谢谢。温南希专注的看了他一眼，哑然失笑道：“这本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”看着越来越多的红薯被挖了出来，星河直接释放空间，全部装了进去。温南希看着凭空消失的红薯，露出了极为不可思议的神色。要想在流放部落好好生活，空间异能绝对是重量级能力。因此星河并没有隐瞒，而是要让兽夫们有所忌惮，别整天想着如何杀他复仇。只是星河不知道的是，此时温南希的心里早已掀起了惊涛骇浪。七主不但有治疗异能，还同时拥有空间异能，在此之前从未听说过双异能的存在。看来七主的确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星河可没有空去管温南希是什么想法，在系统的指引下正忙得不亦乐乎。宿主，左手边100米的地方有江河葱，有了葱姜就可以做很多食物，还可以去腥。看着满满的食物，至少这几天星河不用再饿肚子了。眼看天色不早了，温南希再次幻化出蛇身，只是这次星河规矩了许多，更没敢乱抱。可温南希却急速飞驰，吓得星河差点掉了下去。七主可以抱紧我，说着便用尾巴轻轻拖住了星河。星河刚想拒绝，就听到系统喊了起来：“宿主，快抱住他，紧紧抱住，哪怕只是拥抱，时间长了，空间也会掉落一点小权限的。”星河只好认命地抱住温南希。就在抱住的一瞬间，他的速度似乎慢了下来，飞过山川河流，下面的水流清澈，甚至里面的鱼都很大。温南希，我们去河边去抓鱼。闻言，男人立刻化成人形，轻轻地抱住了星河。七主想抓鱼丸吗？不，我要吃鱼肉。看着眼前的七主，不由得笑了起来。好，这就去抓鱼。温南希直接用风系异能在水面上一卷，10多条鱼便落在了岸边，接着又摘了一些草将每一条鱼都穿了起来。刚要准备回去的时候，星河又发现了河螺和河虾。兽氏大陆比末世好太多了，物资这么丰富，遍地都是食材。火系兽夫负责生火做饭，冰系兽夫负责冷藏食物，风系兽夫负责钓鱼刷碗。生活在这样的兽氏做梦都要笑醒。然而3个兽夫却不敢独自吃饭。刚回来的星河就看见3个憨货站着不动，你们站在这里做什么？为啥不去吃饭呢？难道是我做的不好吃吗？听到这话，花岭叶就有怨气。七主难道忘了你定的规矩了吗？你没有吃饭的话，我们是不允许吃饭的。说着又可怜兮兮的看着星河。好家伙，星河差点让他勾了魂魄。那都是老黄历了，现在以3个月为限，咱们和平相处。3个月后你们获得自由，我们以后河水不犯井水，老死不相往来可好？向来柔和的温南希率先表态。
妻主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伤害妻主一丝一毫。坏狐狸也赶紧找不起来，希望妻主不要再变成之前的样子，请对我们温柔以待。星河顿感一阵无语，好，以前是我不对，我先跟你们道个歉。正所谓日久见人心嘛，或许我们还能提前解除契约呢。反正如果他实力提升迅速，解除契约也没什么后顾之忧。好了，别饿着肚子，先吃饭吧。说着，温南希就递过来一碗温度适宜的玉米蛋羹。星河注意到了这个小细节，心里一暖。今天吃完饭，我也想跟着去狩猎。一听这话，花凛叶眉毛一挑，今天该我陪着妻主了。妻主想去哪里，凛叶就带你去哪里，可好？听着这勾人魅惑的声音，星河都不敢与他对视。这坏狐狸果然有魅惑的能力。其实内心更想选温南希，但看着这俩人暗戳戳的较劲，实在让人头大。那就按照规矩来吧。星河一声令下，终于开始吃饭了。看着这么多美味，几人早就按捺不住了。真正吃进嘴里才知道有多美味，感受到了他们视线的压力。这顿饭吃的简直煎熬，不自觉的把头埋得更低了一些。看着一大盆卤味很快被吃光，星河有些担心他们吃不饱。看着他呆萌可爱的样子，温南希笑了起来。妻主做的食物很好吃，以前这些东西都会被扔掉的，现在想来都被浪费掉了，有些可惜了。星河点了点头，默默想着下次还是多做点吧。按照约定，花凛叶带着星河去山里狩猎。当亲眼看到花凛叶的本体后，星河都被惊艳住了。这坏狐狸的红色狐毛真好看啊！他现在理解前身的想法了。这红色狐毛做出来的衣服不要太好看了。坏狐狸尾巴一卷，将星河放到了自己的背上。妻主今天想去哪里？你知道哪里药材多吗？星河准备采集药材去除身体的毒素，还有3个兽夫也是有伤在身。花凛叶奔跑的速度很快，星河条件反射的抱住了他。这简直犯规啊！一身毛茸茸，不要太舒服了，闻上去竟然还有淡淡的香味。花凛叶身体一颤，妻主是在摸什么？一下回过神来的星河头皮一麻，没什么，我就是不小心抓了一下狐毛。星河担心这坏狐狸翻脸，就再也不敢乱动了。花凛叶感觉出了一丝异样，直接化身人形，一把将他抱住。妻主这是怎么了？我不是故意抓你狐毛的，就是我不抓着的话会掉下来。想到要是冬季来临，抱着毛茸茸一定很暖很舒服。意识到这个想法，星河又惊悚起来。天啊，我怎能有这种想法呢？花凛叶并不知道星河的内心戏，只是淡淡的说道：“没事的，妻主想怎么抓就怎么抓。”看着星河松了口气的样子，准备再次上路。等一下，你先放我下来。星河发现远处好像有棵小麦树，这里的农作物比认知里要大3-4倍。见到小麦，星河显得特别激动。有了小麦以后可以吃面食了。花凛叶也不知道小麦是什么，但妻主很高兴，看来是好东西。星河直接将小麦放进了空间里，看到消失的小麦，花凛叶瞬间一愣，内心却掀起了海浪。这是空间异能还是双系异能？太不可思议了！这还是兽皇城的草包恶毒雌兽吗？感到震惊的同时，又怕它恢复原样。星河看着坏狐狸复杂的神色，有些担心的问道：“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妻主需要什么，凛叶都可以帮忙，只要他一直这么正常，无论需要什么，他都愿意去做。”宿主右边60米发现白菜，是大白菜。听到系统的提示，星河带着古刀兴奋地挖起了白菜。有了这些植物，就可以做白菜肉包子了，还能腌制酸菜。对，还可以熏腊肉。星河此时满脑子都是各种美食，兴奋得不得了。有花凛叶的帮忙，很快就挖完了附近的所有白菜。化为本体后，继续驮着星河往山林深处走去。没多久，星河就闻到了浓郁的药香，是药材，很多药材的气息。花凛叶及时出声提醒，这里有些药材有毒，不能随意碰触。之前有野兽不小心闯入，就当场中毒身亡了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虽然不是所有的药材他都认识，但系统认识啊。不远处他就发现了几样药材，这是解除他身体毒素的关键。看着小心翼翼挖药材的星河，花凛叶眼中充满了担心。星河捕捉到了他的神色。花凛叶，我们吃午饭吧，我空间里带了红薯，可以烤点红薯吃。妻主，你在这里等着，别乱动，我去附近猎杀点野物。担心星河遇到危险，他又在周围撒下一些狐毛，我在周围撒了我的气息，有危险我会及时赶来。花凛叶离开没一会，空气中突然间传来阴冷的嘲笑声。听到这个声音，星河本能的戒备起来。系统，你发现什么了没有？我听到一个阴冷的声音，里面透着杀意。宿主，我什么都没发现，就是你脚边这个药材有毒，不能碰触。我怀疑是前身之前的那5个兽夫想杀我。宿主放心，我是空间系统，我有能量可以保护你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尖嘴的巨鸟朝着星河攻击过来，只是这道攻击被突然出现的红光挡了下来。星河露出惊讶的神色，这狐毛真的带有能量，可以像屏障一样帮他抵挡危险，所以花凛叶是真的在保护他。被挡回去的巨鸟再次俯冲过来，星河迅速运转身上异能，快速的吸收周围植物的气息。此时他感到气血翻涌，有些承受不住这些能量。然而一只带着火焰的剑及时出现，刺穿了朝他攻击而来的巨鸟。与此同时，花凛叶瞬间出现，挡在他的身前，9条尾巴瞬间将他笼罩其中，抵挡住了所有的攻击。看着花凛叶的身影，星河许久回不过神来，他真的回来了。花凛叶，你身体中了火毒，强行动用法器，只会让你的精神海狂化暴乱。这个恶毒的雌兽可不值得。我们有克制契约的秘法，可以让你解除与他的契约。听到这里，星河脸色大变，快速吸收自然气息。他不能将安危寄托在别人身上，他是我的妻主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。随后强行拉动手中法器，星河看着那炽热的火焰气息，哪怕只是一个背影，都美得如此耀眼。巨鸟瞬间被火焰吞没，化为灰烬。花凛叶此时极力控制自己不要狂化，但剧烈的疼痛让他不停地发抖。别靠近我，会伤害到你。看着这样的花凛叶，他有些动容。我不跑，也不会走，我不会让你有
似的。星河将手放在他的头上，随着治疗异能的释放，他也进入到了花岭夜的识海中。而这里只有一只幼小的红狐兽，蜷缩在角落里任人欺凌。打死他！一身低贱的红狐毛，丢人现眼的东西。画面一转，只见花岭夜跪在门前，废物，没用的废物！家主最厌恶的就是你爹和你。看着这一幕幕，星河的心口好像被突然攥紧。原来他经历了这样的事情。星河不断尝试冲破屏障，将他小心地抱了起来。没事的，以后都会没事的。随后他将所有的异能全部涌入花岭夜的精神里，突然出现一个女子，犹如阳光一样那么温暖，让他忍不住想要靠近再靠近。随着一道道光芒包裹住他，精神识海也被渐渐修复，精神体也不由自主地将他缠住。星河只觉全身酥麻，无法动弹。花岭夜醒醒，你不是厌恶我吗？你看我是谁？星河想要快速地躲避，但没有用。他的头落在他的脖颈，只觉得温热的气息包裹全身。再这样下去，精神识海就要被花岭夜全部吞下了。星河再次用异能进行疏导，一直到他的眼神平和下来。从精神识海出来后，身体一软倒了下去。花岭夜醒来，化成人形，直接将星河抱在了怀中。七主小心，看来之前的信息素没错，星河的确不一样了。你先放开我吧。还没等星河说完，系统立刻跳了出来，宿主啊，让他抱啊，我升级一点田地就扩大1倍。还有灵泉水已经出现了哦。一听灵泉水，星河就激动起来。灵泉水不仅可以恢复异能，还可以帮他解毒。系统看出了星河的心思，只要宿主跟兽夫多多亲密接触，灵泉水还会增多的。你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？恢复过来了吗？还有你身上的火毒是怎么回事？花岭夜想到这个就有点苦涩，是兽皇城徐家在我身上下的火毒，就是为了方便控制我。星河好像想起了什么，对不起，当年因为我的原因，你才不得已嫁过来当我的兽夫，辛苦你了。花岭夜轻柔星河的发丝，不是你的错，当时离开徐家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你放心，等我异能增强后，就能为你彻底解除火毒。如今只能一点点帮你驱除。看着平日里像没事人一样的花岭夜，很难想象他如何忍受火毒的折磨。他看得出来星河是真诚的。七主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虽然抱着会让空间升级，但升级后一直抱着就没什么效果了。那个时间不早了，再采摘些草药就可以回家了。花岭夜愣了一下，还是放开了手。七主一定饿了吧？我抓了2只野鸡，一会儿一起吃吧。星河眼睛一亮，那附近一定还有鸡蛋。果然没走多远，就听到了系统的声音：宿主，再往前走100米，树下的草丛里有野鸡蛋。星河快速跑了过去，果然发现了野鸡蛋。先把这些带回去，只要温度足够，就可以在家里孵化小鸡了。这边花岭夜开始用火烤野鸡，星河又从空间里拿出了蘑菇还有香料，先用荷叶将它包好，再挖个坑生火，烤熟了就可以吃了。花岭夜只是觉得很稀奇，反正他也不懂。七主既然说了，就照着做便是。有了花岭夜的火系异能，烤鸡还是很顺利的，而且温度火候刚刚好。此时的星河眉眼弯弯，仿佛阳光一样清澈温暖。花岭夜不自觉地伸手，轻柔地帮他擦了擦嘴角，指尖划过的瞬间，星河心都漏跳了半拍。那个你也快吃吧，一天吃2顿饭其实没什么力气的，不利于你恢复伤势。以后家里条件好了，还会保证你们1日3餐的营养。我其实很有力气，很行的。听到这话，星河眨了眨眼睛，不明所以。花岭夜耳根泛红，不知道该如何解释，意识到自己心底野兽的想法，赶忙摇了摇头。吃过饭后，花岭夜再次化成狐身，带着星河准备回家。七主可以抱紧我，要不我控制不好速度。星河这才敢抱住了他，不由得再次感叹，这狐毛真的太舒服了。殊不知这一抱让花岭夜身体一颤，差点没稳住身形。当他们到家的时候，温南希和萧继寒也带着猎物回来了。当看到星河抱紧花岭夜的一瞬间，温南希的心底涌上一丝异样的沉闷，尤其看到花岭夜的眼神，那是要发情的样子。于是赶忙上前将星河抱了下来。七主回来了，这次出去可有累着？星河不想让自己沉浸在他们的温柔里，微微向后退了退。这点事情累不着，我采摘了一些药材，之后可以做一些药包。看到红薯淀粉已经沉淀好了，在星河的指挥下，温南希用异能将水全部吸走，只留下了缸底干净的红薯淀粉。此时星河的目光看向花岭夜，没想到只是一瞬间就被发现了。七主，可是需要我帮忙做什么？那个能帮我把淀粉烤干吗？就是轻柔一点，像晒干的感觉。这个简单，火系异能瞬间释放，很快就将红薯淀粉弄干了。七主，这样可以吗？星河摸了摸红薯干粉，笑了起来，这样的湿度就很好，晚上给你们做红薯粉条吃。此时坐在远处的萧继寒看着围绕在星河身边的那2人，心中也泛起了一丝异样的感觉。晚上星河又做了一大桌子菜，只是这3个男人都神色各异。细心的温南希看到星河的手指，七主做饭的时候手都被烫到了，以后七主只需要开口让我们动手就好了。没事，这点烫伤不算什么。星河本没放在心上，他没有依赖旁人的习惯。再说做饭的时候大家也一起帮忙了。听到这话，3人神色恍惚，都感觉到了星河身上微妙的变化。虽然食物格外美味，但感觉星河有些不开心，他们也不好再说什么。吃完饭后，大家都争相收拾碗筷。温南希有些歉意地走到星河身边，对不起，吃饭的时候我不该说那句话。没有，真没有生气。温南希轻声问话，星河也是正常回答，可他就是觉得星河要将所有人隔绝在外，让他没法靠近。萧继寒看了一会觉得没劲，就回了房间。花岭夜倒是拿出了个抹布，各种擦门框擦桌子。星河摇了摇头，有些无奈，这3个驱虫药包给你们，晚上放在床头，防止被蚊虫叮咬。看着他递过来的驱虫包，温南希心神有些复杂。谢谢七主，不客气，平时都是你们照顾我做这点不算什么，照顾都是相互的，没有什么应不应该的。温南希听到这话有些落寞，他知道星河还是担心会被伤害。花岭夜在旁边听到这番话，心里仿佛被压了石头一样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星河突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，刚睁开眼就看火红的狐狸坐在床边。花岭夜，大半夜不睡觉，你坐这里干什么？坏狐狸在线求贴贴，却遭到小雌兽严厉拒绝。我拿你当兄弟，你竟然想睡我？回答我！花岭夜着实被他的反应吓了一跳。七主是拿我当洪水猛兽了吗？我是七主的兽夫，为七主守夜
叶理所当然，然而实际是狐狸半夜犯了花痴导致失眠，满脑子都是在石海里缠绵的画面，一想起来就燥热难耐。星河实在怀疑这狐狸的动机，我看你10分有12分不对劲，你就不怕我给你下点迷情果，到时候看你怎么办。本打算吓唬吓唬花凛叶，没想到却正中下怀。其实妻主不用下药，我也可以是妻主的人。这个回答令星河有些猝不及防。那个我现在身体不适，不能那什么。虽然这是原主梦寐以求的，可他不是原主啊，被拒绝当然有些失落。可看着星河脸红的样子，内心又有些小窃喜。妻主别怕，没有你的允许，凛叶什么都不会做，你安心睡觉便可。我在此守护妻主，防止变异兽半夜袭击。看着坏狐狸还算认真的脸，姑且信他一回，那就辛苦你了。星河坚信以现在这张脸以及原主之前做的事，花凛叶应该不会来真的，也许是太累了，没一会就睡着了。听着星河清浅的呼吸声，花凛叶不由得喃喃自语，还真放心啊，这么快就睡着了。狐狸尾巴竟不由自主靠近了星河，就在即将接触的一瞬间，却感受到一股寒气袭来。花凛叶下意识地设置了一个结界。温南希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看着熟睡的星河，温南希刻意压低了声音，倒是你半夜不睡觉来这里干什么？与此同时，周身冷冽的气息不断释放，这个举动逗笑了花凛叶。按照规矩，妻主今天是属于我的，我自然是要来陪妻主。看着狐狸那魅惑的样子，温南希知道在山里一定发生了什么，心口竟仿佛刺痛了一下。别吵到妻主休息，你跟我出来。说罢，二人都来到了屋外，摆出了一副随时开战的样子。花凛叶，你若是不爱他，就别去招惹他。九尾狐天生媚术，温南希对他可不放心，甚至一度怀疑是狐狸胁迫了星河。你要是这么说，我可就不乐意了。花凛叶也毫不示弱，我怎么可能伤害到妻主？那你刚刚要趁着他睡着了做什么？坏狐狸老脸一红，我只想抱抱他，抱一抱怎么了？说话间突然又想到了什么，哎，不对啊，温南希你不对劲啊！以前对妻主做什么你都不在乎，怎么如今我靠近妻主，你倒是不乐意了？这句话算问到温南希的心趴上了。如今的他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身上火毒的气息弱了很多，难道妻主也进入了你的精神识海了？温南希的来历一直是个谜，果然洞察能力也不一般。不错，妻主不仅可以压下火毒，还能驱除火毒，所以我怎么可能伤他一丝一毫呢？如今的妻主又不是你一个人的，我一样会好好的守护她。这番话让温南希也陷入了沉思，的确要好好守护星河。梅清晨和沈慈安一直没回来，他们身上有克制受夫契约的秘法，我担心会对妻主做什么，我们要随时做好防范。听到这话，花凛叶不禁笑了出来，那是妻主的受夫，他们想接近妻主，谁能防范得住？哎，我这该死的占有欲，受夫越少才越好呢。此时在屋内打坐的萧继寒也完全无法集中精神，脑子里都是星河的身影，在他根深蒂固的思想里，从来没见过公平对待受夫的雌兽，更没有会亲自下厨的雌兽。自从吃过那些美食后，总也无法静心修炼。第二天一早，萧继寒又在门口等着他洗漱，星河有些无奈，只好把3个憨憨都叫在一起，以后我自己可以倒水洗漱，洗漱都要被盯着，多不自在啊！一番话让3人都愣在原地，什么都不用他们做的话，会显得他们很没用啊。行了，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吧。星河不仅将早饭安排好了，还特意为花凛叶熬制了解毒汤药。看着手里的汤药，花凛叶神色微颤，妻主，你对我可真好。哎呀呀，行了行了，星河最受不了他的眼神。流放路上你们保护了我，我自然也会对你们好。只有你们几个身体倍儿棒，才能更好的保护我，不是？这番话让花凛叶有些动容。如果妻主一直都这样，3个月后他可不想离开这里。萧继寒看着2人有说有笑的，又暗自皱了皱眉，还是不能轻易的信任他，实在是被骗的次数太多了。看着花凛叶把药全部喝了下去，星河又将一小块冰糖放在他的手里，这是糖，你含在嘴里就能去掉苦味了。花凛叶很听话的就放进了嘴里，甜意瞬间弥漫开来，这样药就不会再苦了。听到这句话，花凛叶心神震动，不知为何眼里蒙了一层水雾。妻主真好，看着坏狐狸这个样子，应该是被感动到了吧？3个月后应该不会成为敌人了，看来以后得多送送温暖。此时花凛叶看星河的眼神都快拉丝了，妻主以后都这样好不好？不要变回以前的样子。星河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答。系统，前身的灵魂还在吗？宿主，前身早已灰飞烟灭了，这身体本来就该是宿主的，现在只是回到原来的轨迹而已。每个字星河都能听懂，但怎么连在一起就哪里不对呢？放心吧，不会变回以前了，会一直这样下去的。听到肯定答复，花凛叶就开开心心的跑去打猎了。星河继续处理昨天收集回来的小麦，本想要萧继寒一起帮忙，但现在拿捏不准大银毛对他的态度，正在犹豫如何开口的时候，萧继寒却走了过来，柴火已经劈好了，妻主可还有什么事？看着他冷冽的神色，星河抿了抿嘴，那个能帮我剥下小麦吗？这样晒一晒就可以做食物了。萧继寒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。看着有些疏离的大银毛，星河也很头大，前身干的都是什么事儿啊？刚回过神来，就见萧继寒正操控异能处理小麦，手指一动，小麦就尽数到了旁边的桶里。这一幕让星河惊讶不已，异能还可以这样用的吗？这全自动的比手搓快多了。刚要把小麦倒出来晒一晒，就听到门口传来一声清冷的声音。看到男人的一瞬间，星河脸色骤变，正是5个受夫之一的梅清晨，本体是幽冥黑豹，贵族梅氏下一任继承人。好家伙，星河直呼好家伙，前身到底怎么把他们弄到身边的？梅清晨周身散发着诡异的力量，这种感觉让星河很不舒服。宿主，你要小心啊！前身将他的本命剑扔下悬崖，导致他因此还受了重伤，这次回来一定想要杀了你。感受到了危机的星河，赶忙吸收周围木系异能，提升自己的实力，但却没有效果。宿主，兽氏大陆天道规则不同，雌兽只有精神力，所以你的异能呢，只能跟兽夫亲近才能升级了。一听这个，星河就头晕。亲近亲近，
老娘今天要死在这儿了！不等星河有所行动，梅清晨眼神带着杀意，看样子妻主都记着呢，那我们就新账旧账一起算吧。就在这时，萧继寒挡在了身前。梅清晨，你冷静一下，她是我们的妻主，有名无实而已。我可不承认她是我的妻主。萧继寒，你真要阻拦我？梅清晨，你要伤她，除非先杀了我。萧继寒寸步不让，周身冰系异能涌现出来。萧继寒，别忘了他之前是怎么对我们的，留着他你迟早会后悔的。虽然前身做的事情与他无关，但星河此时必须要说点什么。梅清晨，我可以跟你解除关系，这样你就不是我的受缚了。想到以前被诓骗的经历，梅清晨就气得牙根痒痒。不等星河再次开口，凌厉的剑气朝着星河击杀过来，当的一声巨响，冰刃与剑瞬间撞击在一起。萧继寒冰系异能瞬间蔓延开来，梅清晨也转身挥剑，剑招连绵不绝，两人招式速度太快，星河完全看不清楚二人是如何过招的。宿主，这两个人好强啊，不论天赋还是体质都很强大，只要宿主攻略了他们，那实力提升只是分分钟的问题。别，我现在可没有美貌，你快想办法让我提升异能，我要阻止他们。宿主，我知道了。梅清晨，那把剑被黑暗气息侵蚀废掉，如果你能治疗那把剑，或许他就不会杀你了。闻言，星河大声喊道：梅清晨，我可以修复这把剑，我要是修复不了，你再杀我也不迟。听到星河的喊话，梅清晨暂停了攻击，冷冷地看着星河。他曾尝试各种办法，都没有修复好这把本命剑。看着星河自信的神色，萧继寒连忙开口：梅清晨，你可以让妻主试一下。呵呵，萧继寒，这才多长时间没见，你都开始护着他说话了。好，我就让你试一试，我倒要看看你会耍什么花招。你若是修复不了，我便杀了你。没关系，别怕，不会有事的。萧继寒的安慰让星河有了一丝安全感。果然，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，不该如此误会他的。萧继寒，谢谢你，我要是还活着，晚上就给你做好吃的吃。随后，星河定了定心神，仿佛能感觉到剑在悲鸣哭泣。随着绿色光芒覆盖剑身，黑暗气息竟渐渐的开始消散。看到这一幕的梅清晨神色一下凝重了起来，看来他还真的有办法。此时的星河已经进入了剑灵的识海，在一片黑雾弥漫的地方，土地上竟渐渐的冒出了绿色的新芽。随着星河不断前进，剑灵也不再悲鸣哭泣，隐约中仿佛看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。就在他要转过身的时候，星河的木系异能突然耗尽，紧接着身形一晃就倒了下去。妻主，萧继寒小心地为他擦拭汗水，我带你去看巫医。梅清晨神色复杂地看着星河，你别带他乱动了，我去把巫医带来。随即身形一闪，消失在原地。巫医看过星河的伤势后，止不住的感叹，力量消耗过度导致急火攻心，而且你身体里还有一种毒素，能够让人易怒易暴躁。你这半边脸也是因为中毒导致，但显然这一切你都知道。多谢古巫医，不用开药了，我休息休息就没事了。待巫医走后，萧继寒和梅清晨都沉默了。对不起，我并不知道妻主中了毒。没事，你不用自责，这毒我自己可以解的。可是皇族巫医却不知道你中了毒，为何会如此？星河有些无奈，大概算功高盖主吧。如果我死了，苏家的一切都会归于皇族。萧继寒神色一震，他原来如此聪慧，把事情都看得明明白白。看着被修复了一半的剑，再看看现在的星河，梅清晨内心五味杂陈。眼前的星河似乎与以往不同。梅清晨，等我恢复了一些异能，再为你修复这把剑。此时梅清晨也的确没有食言，虽然只修复了一半，但这把剑的确已经有了生机。我说话算话，不会再动手了。听到这句肯定的话，星河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。无论如何，以前把你的剑扔掉是我不对，我跟你道歉。梅清晨听着他的道歉，再看看他放轻松的笑容，越来越觉得哪里不对劲儿。星河看着还在担心的萧继寒，你们先去忙吧，我先睡一觉。萧继寒知道此时星河太过虚弱，好，你睡吧，我就在旁边，我会守着你的。星河点了点头，躺下就闭上了眼睛。宿主，这是你跟萧继寒亲密接触获得的奖励。听着系统欢快的音调，星河就知道这里面应该是好东西。当盒子打开后，只看到一块黑漆漆的东西，泛着一丝丝光芒。宿主，这是玄灵铁，是锻造法器的世间至宝哦。虽然你让剑灵活了过来，但要完全恢复，还需要使用玄灵铁进行修复。这玄灵铁出现的还真是时候。系统，谢谢你。宿主放心，虽然暂时没法升级，但只要你跟兽夫们亲密接触，我都能帮你弄到更多的好处。继续沟通一番后，星河才沉沉的睡了过去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到了下午。刚打开房门，就看到守在门口的萧继寒。星河神色微微有些触动，你一直守在门口吗？妻主感觉好些了吗？梅清晨已经离开了，放心吧。随后萧继寒直接用异能将晒着的小麦全部收集了起来。经过梅清晨的事情，星河的内心也产生了变化，他觉得有萧继寒在身边保护，安全感十足。你能陪我去磨坊吗？晚上给你们做好吃的，有了面粉就可以做很多美食了。一想到妻主做的美食，清冽的眼中都露出了一丝柔和。辛苦妻主了。就这样，萧继寒陪着星河一起向磨坊走去，看着俩人从部落里经过，其他雌兽都讨论起了八卦。你们发现没？星河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他好像不虐待兽夫，也不骂人了。就是，听说以前恶毒的很，之前有5个兽夫宁愿废掉一半能力，都要跟他强行解除契约呢。这些雌兽的嗓门都挺大的。萧继寒不动声色地看着身边的星河，见他倒是神色平静，没有动怒也没有骂人。此刻他身上有种宁静柔和的感觉。星河感受到了大银毛的视线，抬头就看到了他深幽的眼神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妻主要压制体内的毒素，一定很辛苦吧？看出了他的疑惑，星河笑了起来。哪怕毒素让我易怒易冲动，但我也不是野兽，可以控制得住的，不会再乱发脾气虐待你们了。看着这明媚灿烂的笑容，冷冽的男人也有些神色恍惚。来到磨坊的二人就开始忙活起来。正所谓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，很快就将带来的小麦细细磨了一遍。而此时花岭叶正着急地寻找他们。林大姐，麻烦问一下，你们可有看到我的妻主？兽氏大陆植被茂密，自然气息异常浓郁，但星河的木系异能反而
而没有提升，仅仅只是给谢公子把了一次脉，竟然让木系异能提升了一阶。宿主大概是那位公子与你气息交融的结果，说明他的异能气息能够让你提升实力。这个答案让星河有些意外，看出星河的疑惑，系统又跑出来当红娘。宿主谢公子很适合做你的受夫哦，若你们有亲密接触，异能提升起来一定很快的，而且他对你并无恶意，相反还感激你的治疗呢。话虽如此，星河更相信依靠自己。自从穿越后，总是被其他人怀疑，他承认谢公子坦诚的信任，让人感到心安。可这不是要成为受夫的理由啊！系统无奈摇头叹气，宿主就是不听我的。你要是跟谢公子在一起，空间肯定会有更多奖励。就在这时，门外温和的声音响起：七主，这是刚烧好的水，温度正好，你先喝点吧。谢谢。不得不承认，温南希是很温柔细心的人，平时对星河也是无微不至。这是谢公子留下的空间袋，先给他留着吧，下次再见还给他就是。看到精美的空间袋，温南希眼底划过一丝惊讶。谢公子让我想到了谢氏一族，据说拥有千年历史底蕴，其少主因身体不适，从不在人前显露，只是无人能够查到他的任何底细。听到这些，星河若有所思，如果真是这样，这些金币更不能乱动才是。今天是萧继寒负责守护星河，然而上次星河没和他一起进山，让他觉得七主可能不放心他。怎么了？你不想带我去山林吗？星河看出了萧继寒的顾虑，经过梅清晨的事情，我觉得应该相信你，你会保护好我的，对吗？看着星河清澈的眼神，清冽的眉眼变得柔和起来。我会保护好七主，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。萧继寒化身为本体后，凛冽气势瞬间涌现，然而跑起来后却处处呵护着星河，反而速度放慢了很多。萧继寒，快看那边，是向日葵。此时的星河激动的小手乱挥，满脑子都是炒瓜子的香气。这回不仅有零食可吃，还能带到护士上去售卖，简直是一举多得。虽然不能理解七主在激动个啥，还是帮着星河采摘起来。就在二人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，兽仔受伤的声音传了过来。随着声音望去，一只通体雪白的灵兽出现在视线里。好漂亮的灵兽啊！这是什么灵兽啊？第一次见到。就在星河准备上前的时候，萧继寒轻声提醒起来：七主小心，没事的，他好像受伤了，我去看一看。当星河走近时，小灵兽并没有感到害怕，反而投来了柔和的目光。好有灵性啊！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随后星河拿出灵泉水，清洗了一下他受伤的腿。随着治疗异能不断涌入，小灵兽的腿伤很快就恢复过来。当星河试图去触摸灵兽的时候，他没有躲闪，很乖巧的贴了上去。这一举动可萌化了星河，这手感可真好啊！最重要的是它不掉毛啊！而此时小灵兽的耳朵也红了起来，但还是乖乖的任由星河抚摸。星河见到灵兽已经恢复健康，就打算让它快快回家，但他反而只往星河的身边挪动。你是说没有家可回了吗？见到灵兽不断的点头，星河的心再次柔软起来。那你愿意跟我回家吗？我会做食物，保证不会让你挨饿的。小灵兽点了点头，就跳到了星河的怀里。一想到有他陪在身边，心里安慰很多。自从来到兽市，连个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。这小家伙身上有股熟悉的气息，好像在哪里闻过。星河不再去想，又蹭了蹭怀里的毛茸茸。看到这一幕，萧继寒仿若恍神，这才是他真正开心的样子吗？星河开心地询问着他此兽的来历，而萧继寒也从未见过这种灵兽，只是感觉得出来它并不普通。不知道就不知道吧，看它通体雪白，就叫小雪吧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小灵兽的眼眸也泛起了微光。突然间，树上有一道绿影俯冲下来，星河本能地抱紧小雪，将它保护起来，但已经来不及释放异能，那道绿影便速度极快地击杀过来。此时萧继寒身形如电，掌中冰刃凝聚，随着一道凌厉的光线闪过，那道绿影被瞬间击溃，再次闪身抱起星河，避开了那些绿色液体。星河此时靠在萧继寒的怀里，仍然心有余悸。不过他也明白了，萧继寒在尽全力地保护着他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如果在刚刚被击中，我和小雪应该只怕都会出事。这是食血藤丸，专门吞噬兽人和野兽的鲜血为生。刚刚我探查过周围，并没有发现危险。看着不解的星河，继续补充道：这个藤丸应该是冲着他来的，他的身上有着一种奇特的香味。经过萧继寒的提醒，星河的确也闻到了一种淡淡的清香。他不是普通的兽人，他的血会引发一些野兽发疯狂暴。若我没猜错的话，他可能是失传的冰雪灵兽，只有冰雪灵兽才汇集天地灵气而生长。他的血相当于灵丹妙药。星河听到这番话，脸色也是一变，低头看到怀里不安的小雪，轻柔地安抚了起来。可能我现在的能力也保护不了你，如今也是自身难保，更何谈其他？毕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想到这些，星河的神色又暗了几分。远处野兽的吼叫声拉回了思绪。七主，有很多野兽过来了，还带着杀气。星河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，但小雪却纵身一跃跳了出去。只是那回头的一瞬间，让星河感受到了他眼中的不舍。看着想要去追的星河，萧继寒迅速地拉住了他。七主，他已经消失了，我们追不上的。感受到了他的情绪低落，萧继寒再次安慰起来。七主，别难过，灵兽身上有很多法术可以保护自己，你看他的身法必定实力不俗。话虽如此，星河还是忍不住有些担忧，难道他真的是冰雪灵兽吗？被灵兽吸引而来的那些野兽，此时周围却泛起了白雾，在灵兽化身人形的瞬间被全部击杀。公子，你身体怎么样了？刚赶过来的谢依不免有些担忧。星河姑娘都说了，不让你再动用能力的。自从见过星河以后，谢归雪已经感受到了有所好转，再加上汤药的调养，倒也没那么虚弱。虽然见到自家公子好了起来，谢依还是有些埋怨，就算公子想去见星河姑娘，也不至于用流血这种办法。不过公子，你不是说要留在姑娘身边吗？我以兽体留在她身边，只会给她带去危险。听到这话，谢依只能叹气。星河姑娘的气息能够滋养公子，大祭司不是说了吗？你们的气息完全契合。这么多
多年，也只有他才有办法帮你医治。不过公子，我也打探了一些星河姑娘的信息，看到自家公子并没有阻止，谢意才敢继续往下说。听说他是恶毒草包，被流放到北罗部落，还有5个兽夫强行解除了契约。这得让人厌恶到什么程度？看到自家公子依旧没有表态，谢意胆子又大了一些。可是公子，星河姑娘对兽夫很好啊，就单说厨艺都能碾压御厨了，也不知道该信什么了。谢意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，只换来公子的一句话：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不过他也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，刚刚星河的异能涌入，再次修复了他的伤势，而此时星河却有些心不在焉，脑海里总是想着漂亮的小灵兽，但当看到甜菜的时候，眼中又充满了光亮。若是用这些甜菜制作出糖来，就可以去护市卖红糖赚金币了。无精打采也随之烟消云散。七主，还是我来吧，你去旁边休息一会儿。没事，我有力气能干活的。一直挖了一下午，才把周围的甜菜挖得差不多。看着他一身泥土，萧季寒动作轻柔地帮他擦拭，恍惚间让星河产生了一种错觉，好像他是自己真正的兽父，关心着照顾着自己。萧季寒，你心里会不会恨我？作为萧家继承人，可以选雌入赘，听说你都选好了雌兽，却被我强娶过来，因此被人嘲笑。看着星河好奇的眼神，萧季寒感到有些无奈。他倒是坦诚的可爱，我没有见过别的雌兽，家里也没有选择任何雌兽。其实本来是想去定亲的，但在各方的压力下，萧季寒只能无奈的选择了妥协。以前的事情对不起，到时候我会给你放符书，你还可以回到萧家，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受到影响。萧季寒一直以为是修符书，没想到他会给放符书，一时有些意外。妻主真的会如此对我们吗？你放心，强扭的瓜不甜的道理我懂。再说了，天涯何处无芳草嘛。萧季寒本以为自己会因此感到高兴，可是不知为何此时心里却并不激动。真的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吗？随后收拾好一切便往家赶去。这次他们也是满载而归，刚刚回来的星河就忙活了起来。萧季寒也用异能帮着清洗切块，他也没想到异能多数时候都用来做菜。看到星河划坏了手指，萧季寒脸色一变，立刻上前用异能处理伤口。疼的话为什么不出声？此时眼泪才不受控制的冒了出来。还好啦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他明白喊疼对在意的人才有用，前身留下的印象那么差，他宁愿忍着也不想被他们发现。正当萧季寒认真包扎伤口的时候，一声嗤笑传来，这又是什么新的把戏？星河，你如今换了新的方式，看来很有效果啊。梅清晨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妻主并没有用任何手段，这才几天功夫，你也替他说话了，果然好手段。面对梅清晨的冷嘲热讽，星河压根懒得解释，姓梅的还想让你那把破剑好起来，你最好别惹我，否则我心情不好的话就不知道怎么修复了。你，梅清晨确实拿星河没有办法，只好忍着不敢发作。梅清晨，你的剑想要彻底修复，还需要玄灵铁吧？听到玄灵铁，梅清晨顿感意外，你不会想说没有玄灵铁修不好了吧？那种东西极为珍贵，世家底蕴也弄不到一块。一想到这，梅清晨的神色都暗了下去。星河理解本命剑对他的意义，自然看出了他的失望。我帮你修复好剑，到时候我们两不相欠，你看可行？一提起两不相欠，梅清晨火气反而大了起来。你觉得可能吗？我母亲因为你们家受了刺激，现在还都昏迷不醒。若是她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。一想到前身对梅家做的事儿，星河也是一个头两个大，害母之仇可不能结啊！摇了摇头，拿出了玄灵铁。虽然俩人都是世家子弟，但却也没见过这么多玄灵铁。此时梅清晨的声音都颤抖起来：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玄灵铁？可想而知此刻他内心的震撼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，你还不相信我的医术呢？我会说到做到，不仅可以修复你的本命剑，还能用医术治疗你的母亲。星河越是态度坦诚，梅清晨反而越是心里没底。你到底还想要什么？不过先说好，我的心可给不了你，我的人以前不可能，现在更不可能。人在无语的时候的确会笑，星河就笑了起来。梅清晨，你还真看得起你自己，你以为你是金币啊，人人都喜欢。梅清晨也松了一口气，这可是你亲口说的，希望你说到做到，别到时候又给我们下药。虽然都是前身做的蠢事儿，可星河承担了后果，真是欲哭无泪。所以你可以告诉我，你母亲的症状了吗？我或许也真的有办法呢。冰雪灵兽一生只动情一次，一旦动情便会至死不渝。听到温南希的介绍，星河不由得神色微动，原来那就是冰雪灵兽啊，怪不得长得那么漂亮。冰雪灵兽是不是极为稀少？温南希见多识广，继续温声的解释起来。几百年来，无人见过冰雪灵兽。据古籍记载，冰雪灵兽早已灭绝，不复存在了。星河听着这番话，心中隐隐有了一种猜测，是因为他们的血容易制作成灵丹妙药吗？正是如此，据说效果可达到起死回生的功效。100年前，他们被大肆猎杀，因此世间再无冰雪灵兽。一想到小兽的族人经历了这些，星河的心中有些闷闷的感觉。猎杀那样漂亮的小兽，实在太过残忍了。他们集天地灵气成长，按理说应该实力不俗才对。温南希看出了他的担心，便将古籍记载的内容全部说出。冰雪灵兽化为人形，皆为雄兽，天生角色非凡，至情至性，一生只会对一个雌兽动情，一旦动情至死不渝。他们实力很强，也极为聪慧，但终究难逃一个情字。据说几百年前，很多部族会用貌美的雌兽接近他们，诱使其动情，从而猎杀。听到这些话，星河忍不住浑身发抖，太残忍了，怎么可以用感情来杀人？怎么可以？看到星河气得不轻，花凛夜赶忙安抚起来：妻主别气，气坏了身体不值当。有些势力别说猎杀冰雪灵兽，就是杀起兽人也是眼都不眨的。温南希也温柔地哄着星河：妻主别难过，这只是古籍记载而已，而且灵兽也有自愿为此兽牺牲的，谁是谁非都是几百年前的事儿了。他们知道妻主只是心善，不忍听到这样的事情。那今天的事情我们都不要说出去好不好？不要告诉任何人关于灵兽的事情，可以吗？看着星河祈求的神色，三人怎么能不动容？
七主放心，我们不会说出去的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不想那小兽被伤害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我想跟大家说，我觉得最近外出狩猎很危险，大家先不要再去山林里狩猎了。七主是在担心我们吗？下次我小心一点就是了。七主想吃什么野兽肉，我都给你弄回来。七主不必担心，今天的事情是我们没防备，以后会小心一点的。家里还是需要食物的。星河知道他们担心冬季食物不够，是因为大家没习惯种植作物，还是习惯以狩猎为生。我打算在后面开垦一块田地，种植一些作物蔬菜，血鸡也可以吃的。过几天就是护士了，若是准备的东西能售卖出去，我们还可以购买食物回来，你们就不必辛苦去山里狩猎了，这样也能安全一些。相比食物，星河更担心他们的安全。兽皇城最近动作频繁，还有那5个解除契约的兽夫，或许也在找机会想来杀他。但3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照顾七主，所以心里还是拒绝的。你们若是真的出事了，就没人保护我了。我现在还很弱小，缓一缓，过段时间待安全了没事了再去，好不好？看到星河柔柔弱弱的样子，3个憨憨才终于点头同意，表示听从星河的安排。正当星河准备进屋休息的时候，花岭叶也屁颠屁颠的跟在后面。我想守着七主，这样可以保护七主。我不习惯有人在屋里，我会休息不好的。看着星河不容置疑的表情，老狐狸神色暗淡了下来。若是七主有事，只要喊我一声，我就会立刻出现。好，知道了，乖，快去睡觉吧。还不等花岭叶再说什么，星河将门一下子关上了，然后从里面上了锁。不是，咋还把门锁上了呢？星河随后便进入了系统空间，果然这里已经有了2亩田地。还记得刚穿过来的时候只有半亩呢。宿主，你看我说的对吧？这就是空间升级的奖励，咱们空间作物生长速度快，宿主吃饭绝对不是问题。看到田地变大，星河也很兴奋，没想到一个吻就有如此效果，因为这是宿主的初吻，所以才会一下子触发这么多奖励。宿主，你看那边，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灵泉水了。如果你有了优秀的兽服，就是那种有名有实的那种，嘿，这灵泉水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。一想到源源不断的灵泉水，星河的眼睛就亮晶晶的。灵泉水可是好东西啊，能强身健体，如果做饭浇地都用的话，还有利于植物快速生长，做出来的饭也会格外美味。如今有糖了，我回头打算做一些番茄酱，若是有土豆就好了，还可以做薯条，薯条配番茄酱啊。宿主，这次空间的物资就有土豆，就在旁边的屋子里呢。有了这些，短时间内不去狩猎都没问题了，一家人吃这些也不会饿肚子了。到时候再买些黄豆种在这里。宿主要是嫌田地不够，可以跟温南希、萧继涵他们亲啊，田地应该还能扩大。你还真会见缝插针，还真是不遗余力的当红娘呢。我这不是怕宿主较真儿吗？这里是兽人的世界，宿主还是要入乡随俗的哟。星河没再理会巴拉巴拉的系统，盘点了一圈蔬菜作物之后就回去睡觉了。第二天清晨，星河拿着骨刀开始慢慢的翻地，花岭叶则在屋里收拾桌椅碗筷，萧继涵依然淡定的熬煮着红糖。没办法，昨天实在挖的太多了。温南希则拿着水桶去河边挑水，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情。梅清晨被食物的香味折磨了一晚上，现在正饿得眼冒金星，出门就看到了忙碌的星河。他缓缓地朝着星河走了2步，在不远处站定。星河感受到了一股幽冷的气息，不由自主地戒备了起来。看到星河这个样子，梅清晨轻笑了起来。我有这么可怕吗？要是真想做点什么，你以为你还能阻拦得住吗？星河对他是本能的害怕，谁知道这家伙什么脑回路？梅清晨，我已经给你药方了，难道你答应的事情还要出尔反尔不成？既然你还有精力，那就帮我修一下本命剑吧。其实梅清晨现在心神都是乱的，昨天一晚上满脑子都是星河。你要是修好了那把剑，我这把刀就送给你。星河也很喜欢武器的，看到那把刀的时候眼眸微亮。宿主，这把刀是法器啊，刀枪不入，削铁如泥，而且上面还有机关可以藏银针，正适合宿主使用呢。星河仔细看着梅清晨的样子，一时还分辨不出他的表情。你放心，我没动手脚，我还指望你修复本命剑呢，而且药方还没确定效果，我也不能让你死了，不是吗？宿主要了这把刀啊，他估计是看昨天花岭叶受伤了，觉得附近环境不安全，给你这把刀防身用的。听着系统的分析，星河也觉得很有道理，正想着答应的时候，温南希如一阵风一样，一把将星河护在了怀里。你若敢对妻主做什么，我温南希跟你不死不休。平日温雅的男人仿佛竖起了尖刺，全身带着危险冰寒的杀意。梅清晨似笑非笑地看着星河，我们只是在说话而已，是不是？我的妻主，这还是梅清晨第一次叫他妻主，撩人心魄的语气，仿佛是情人间的呢喃低语。星河忍不住地哆嗦了一下，温南希感受到了他的轻颤，抱着他的手更紧了一些。别怕，有我在。轻轻的一句话，一下子安抚了他的心。本命剑我会帮你修复的，这把刀我也不会要。美人有毒，再好的东西他也不要，何况本就是拿人手短，以后就无法撇清关系了。梅清晨没料到星河会这么说，他看得出来他的喜爱，却没想到被拒绝了。温南希也微微诧异了一下，梅家擅长机关术数，这把刀梅清晨从不离身，是祖父送他的生辰礼物，意义非凡，竟然要送给星河，还是说他另有所图？没意思，走了。梅清晨慵懒地笑了一声，收起匕首转身离开了。星河蹙眉看着他的背影，就觉得他今天怪怪的。温南希有些担忧地看着星河，虽然有很多疑惑，但还是没有说出来。看着刚刚翻动的地块，就知道妻主是真的打算种地了。既然他想做这些，那便支持他就好了。星河眉眼弯弯地笑了起来，我想在房屋后面圈起来种点东西，回头还可以养点鸡鸭，这样你们就能吃到鸡蛋鸭蛋了。看着他这么高兴，温南希如画的眉眼也带上了笑意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们都没有进山狩猎，熬红糖的专心致志，后院的围墙也砌了起来，而梅清晨却一直没有回来过。画面一转，兽皇城梅家，看着手上的书信，梅家主再也无法镇定。雌兽净化异能，治火毒，每个词都足以在心中掀起海浪。过了许久，他才平复下来。果然非凡，当初的决定果然没有错，这是开启梅家祭坛获得的启示。梅家主叫人过来查看药方，溥仪看完药方手都颤抖了起来，实在是妙啊！敢问家主这是哪位前辈开的
的药方。平日稳重的溥仪竟如此激动。赵大夫，这药方可有什么问题？没有任何问题，妙得很，妙得很啊！当务之急还是抓紧用药，夫人好起来才会更有时间寻找玄霜花。很快梅家主就安排人开始熬药，而药方上的药又都是府上有的。梅家主似乎想到什么，难不成星河考虑到这种情况了，所以药材都是家里能找到的？若是如此，他在寿皇城的行为就是伪装了。此刻梅家主越发觉得此女非凡，这样的人可不能让寿皇城知道，否则退婚的5人后悔可怎么办？那样儿子就多了竞争对手了。正是有了这样的想法，溥仪愣是没问出来谁开的药方。一般来说，需要喝几天的药才会见到效果，但赵大夫不这么认为，这药方极妙，所以药效肯定强，先看看再说。果然过了1个时辰后，梅夫人就有了反应，一副即将醒来的样子。照着这个药方调养，夫人身体会渐渐好起来的，这真是神医的水平啊！梅家主此刻眼眶微红，连连说好好好。当看到自己夫人醒来的时候，更是激动不已。夫君，咱们要好好感谢一下星河，你写信给儿子说一声，让他好好对待星河。家主感受到了夫人亲切的语气，之前他那么对待你，你这是不介意不生气了？之前确实担心，但喝了药之后，感觉神清气爽。他写的字我也看了，字如其人，必定是个极好的女子，所以让晨儿好生对待自己的妻主，要用真心才能换真心。听到夫人这么说了，梅家主也是感慨万千，大智若愚，不露锋芒，厚积薄发。当年我降了2阶异能才开启祭坛，询问的结果显示，此女非凡，不能拒婚。当时的决定太对了，那你还不快去写信？对了，给星河多捎带一些东西，我的身体情况也跟他说下。回到北罗部落，又是忙碌的一天。星河制作了很多番茄酱、止血药包、驱虫药包，地里的土豆和韭菜也长势不错。这些天生活规律，1日3餐，简直如世外桃源。后院的面包窑也搭建了起来，有了面包窑就可以烤面包了。今天晚上给你们做面包吃，正好可以和番茄酱一起吃。温南希看着他脸上的笑容，忍不住轻轻地为他擦去沾染的灰尘。妻主忙活一天了，还要做晚饭，会比较辛苦。这些天温南希学会了很多面食，有时候他会亲自下厨，这样可以让星河轻松不少。没事，大家帮我把后院弄好后，我正好做点好吃的犒劳大家，不觉得辛苦。正好梅清晨不回来，不吃我做的饭，还省了1个人的饭量呢。最会哄人的狐狸背着鹅卵石走了回来。妻主，你看这些鹅卵石漂亮吗？我专门在河里找的，知道星河喜欢漂亮的石头，花岭叶就跑去了河边捞石头，确实很漂亮，谢谢你。妻主喜欢就好。虎眼微微一动，眼波勾人，似乎无时无刻不在蛊惑着什么。星河的心神仿佛被魅惑了一下，他快速移开视线，定下心神，那就好。花岭叶认真地看着星河，感觉那毁容的痕迹都淡了很多，也不知道什么人如此狠毒，竟给妻主下了毒，我定要为妻主报仇。星河看出了老狐狸的真诚，也没有了刚来时的厌恶神色。没事，按时喝药，这些毒素自然就解了。花岭叶突然靠近了他的耳边，我既希望又不希望妻主恢复容貌，那样就让别人发现了妻主的好。哎呀呀，这老狐狸衣服总是松松垮垮的，坚决不能被诱惑到。那个鹅卵石挺漂亮啊，我先把路边弄一弄。看着他快速躲避的样子，花岭叶有种挫败感，妻主怎么还不愿意呢？下午的阳光洒照在屋内，星河在面包房忙着烤制面包，可就在抬头那一刻，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本能的往后退了好几步。梅清晨，不是你怎么回来了？看样子妻主并不希望我回来啊。看到星河的表情，他更肯定了这个想法。怎么办？我是消失不了了，我是你的受夫，这里也是我的家，当然是要回来了。面对男人的压迫气势，女人却只能连连后退。我没说你不可以回来。看着星河紧张戒备的样子，梅清晨缓和了幽冷的语调，看似漫不经心的解释起来。你不必如此紧张，我找人把玄灵铁和本命剑融合在了一起。说着，他将本命剑拿了出来。此时这把剑不再是之前破旧的样子，修长的剑身犹如一泓清水，光滑如镜，剑身上还带着奇特的符文，一股神秘莫测的气息随之而来。感受到了这把剑的无形压力，星河的神色都微微颤动。如果不是这把剑还带着一丝黑气，还真是一把惊世宝剑啊！怪不得梅清晨如此珍惜。多谢你的玄灵铁，现在这剑还有一些被黑暗侵袭的气息，能否麻烦你再帮我修复一下？听出梅清晨柔和的语调，星河不禁有些诧异，这梅清晨今天吃错药了吧？怎么会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？再次抬头对上了他冷幽艳丽的凤眸，曾经的冷厉厌恶如今竟平和了许多，不再带着剑拔弩张的怒意。现在的情况反过来了，梅清晨越释放善意，星河就觉得他心中有鬼。这黑煞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肯定没安什么好心。要不我再靠近一些，你再仔细看看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星河一把拿过剑来，连忙后退几步。别，我这就为你把这剑修好。看着他唯恐不及的样子，梅清晨眼尾一挑，露出薄媚幽深的神色。送往家里的书信，这回父亲应该已经收到了吧？不知道药方到底管不管用。接过这把剑的时候，星河明显感觉到了他跟之前的不同，剑身变得很轻，仿佛带有灵气，好像有生命一样，给人一种灵动飘逸的感觉。握着这把本命剑，竟有一种亲切感。你就站在那里，不要靠近，别打扰我修复这把剑。靠在门框的梅清晨慵懒随意，这是自然。难不成你还以为我会对你做什么？若非需要你修复这把剑，你以为我会站在这里？星河脸色变了变，心中仿佛一下堵了一口气，真想上去扇他一巴掌，让他闭嘴。但凡我有一点本事，也不至于一点本事没有。木系异能开始运转，灵气源源不断注入灵剑之中，伴随一阵绿色光芒闪过，星河也进入了灵剑的视海。此时他的眼前是一片迷雾，待迷雾慢慢散开，又来到了绿草如茵、鸟语花香的地方。只是不远处却弥漫着一股黑气，那里似乎有什么力量在召唤着他。星河朝着那股黑气中走去，每当他走过一处，绿色的自然气息就将黑气全部净化。当视线落在角落的时候，星河看到一个昏迷的男子，此时他被黑气萦绕着，有一种诡谲的感觉。眼看着黑气要将他全部吞噬，星河快速运转起木系异能，不断的净化着他身上的
黑气。当黑气被全部净化后，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清新起来，清风吹起，花瓣簌簌飘落。就在星河试探着触碰她的时候，男人却醒了过来，眼眸如深不见底的幽潭，带着冰冷的寒芒。姑娘，是你救了我。星河被突如其来的问话吓了一跳，不由得愣了一下。你是？似乎看出了星河的疑惑，他呢喃般的轻笑了起来。我是剑灵，是姑娘用玄灵铁和异能唤醒了我。说着，他伸出手将星河头上的花瓣拿了下来，又好似在追忆什么。这棵树已经很久没有开花了，如今倒是一下子开满了桃花。姑娘想喝桃花酒吗？我为你酿造桃花酒喝可好？或者想吃桃花酥，在下也可以为姑娘做来。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星河有些恍惚，这一切看起来如此不真实。或者桃花羹，还是桃花糕？轻柔飘渺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让星河回过神来。不用，我不吃陌生人的东西，他都不会随便吃的。不喜欢桃花做的食物，那我给你做别的。姑娘喜欢吃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做。这温柔的语调中带着若有若无的诱惑，星河的心弦不由自主地跳了一下。没事，不麻烦公子了，我该回去了。星河刚要起身离开，却被男子轻轻地拽住了手腕。姑娘刚刚可是想摘下来看一看。看着此人精致的面容，星河好奇地眨了眨眼。能摘下来吗？若是能摘下来的话，为何要戴着面具呢？看出了星河的小心思，男子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笑意。我的真容只能给我的妻主看，若是姑娘做我的妻主，我可以现在就摘下来给姑娘看。这句话着实吓到了星河，赶忙按住了他的手。别，我不好奇了，我不看了，告辞。看着慌忙逃跑的星河，男子呢喃的声音回荡：姑娘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回过神来的星河呆呆地站在灶屋，手腕上的触感依然那么清晰，甚至那一丝酥麻感还留在上面。看着此时星河泛红的脸颊，梅清晨实在摸不着头脑。你的剑已经完全好了，你拿好了。星河握着这把剑，就仿佛烫手的山芋一样，赶忙还给了梅清晨。看着手里的剑，再看看跑远了的星河，梅清晨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怎么星河的神色突然就变了，还脸红了？他脸红个泡泡茶壶啊！星河急匆匆地跑去后院，不过他有些心不在焉，踩着一块鹅卵石就要摔倒。就在倒下的瞬间，温南希如同一阵风一样将他抱在了怀中。怎么样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温柔的声音让星河回过神来。我没事，就是刚刚走路快了一些。看着温南希抱着妻主，远处的花岭叶就有些懊恼，刚刚怎么就没第一时间看到呢？哎，都怪这颗石子，差点伤了妻主。随着异能移动，那块石子直接碎成了粉末，从温南希的怀里出来。星河就准备继续去烤面包，狐狸眼此时都荡漾出了春色。妻主，我帮你，再不找机会靠过去，妻主就只会记得温南希的好了。星河突然感觉到一股撩人的气息袭来，妻主累不累？我帮你拿吧。别，不累，不用你帮忙。这要是坏狐狸在旁边帮忙，还烤什么面包？此时虎眼再次一勾计上心来，难道是因为刚才身体没有贴上去？看到坏狐狸此时的表情，星河觉得得赶紧将它支开。花岭叶，水缸里的水不多了，你帮我去挑点水吧。一听到妻主安排做事，花狐狸的眼中立马波光潋滟起来。妻主说需要我做什么，我便去做什么。说完就如一阵风跑去挑水了。此刻星河才算松了一口气，要是花岭叶这样下去，他怕自己会忍不住心软。他也不是铁石心肠，哪天真招架不住动了心，若是他们再想离开又该怎么办呢？星河对前身做的事情仍心有余悸，他不敢相信短时间就会释怀，而用自己的身份去认识的凶兽，或许才没有过去的心理负担。过来送柴火的温南希看到星河似乎在想着什么，妻主是不是有心事，还是说在担心什么？听到他温柔如水的声音，星河忍不住的放下了戒备。温南希，你说不会离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不想强迫你们任何事情。可若有一天你遇到喜欢的雌兽，想离开了，我还是会放你自由的离开。所以听着他说这样撇清关系的话，温南希如画的目光一沉，似是下了什么决心。他直接揽住了星河，低头主动的吻了下去。此刻无声却胜似有声。温先生不想听绝情的话，却没想到他的气息那么甜美。星河瞳孔微缩，他没想到温润的男人竟还会这么直接。迷迷糊糊之间，感觉周围布满了暗香气息，清淡迷人，让人无法抵抗。此刻星河大脑一片空白，更有些无法呼吸的错觉。终于过了许久，他才轻轻的放开了他。乖，以后不要说这种绝情的话，我是你的受夫，不会离开你。此刻的温南希目光沉沉，看得星河避无可避。一声妻主再次响起，仿佛得不到回答就不会放手。啊，要疯了！温柔先生怎么如此强势啊？要死了！面对这个星河完全招架不住，只能赶紧求饶。我知道了，以后不说了。还以为求饶就会被放过，但温南希一直不肯松手。我要烤面包了，你快放开我吧。看着他脸红的样子，温南希才依依不舍的轻轻放开。好，那我也来帮你。星河缓缓的松了口气，刚刚那一瞬间着实有些猝不及防，也不知道如何面对那样的温南希。当他帮忙烤面包的时候，仿佛又恢复了那样的芝兰玉树，清贵出尘的样子，气息也与刚才完全不同。星河都恍惚了起来，想不到他还有如此强势的一面。而在院子里的萧继寒也目睹了一切，虽然平时清冷如霜，但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手还是忍不住的微微颤抖，心里仿佛被压着一块石头，久久无法平静。妻主的样子很美，那种被温柔对待的样子让他无法释怀，更无法忽略。院子里也渐渐的飘起了面包的香气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，但就算简单的加工，也是寿氏大陆独一份的存在。你看，这就是面包，怎么样？看着眼前叫做面包的东西，温南希震惊的说不出话，就算是皇族御厨也做不出这个味道。星河正要准备将面包拿出来，温南希就抢先按住了他的手，小心烫，我来吧。大概是有过了亲密接触，此时他的眼眸里竟噙着丝丝笑意，看出星
星河的担心，温柔的笑意更加浓烈。放心吧，我有异能在手，烫不着的。以后这样的事情妻主都可以交给我，不必事事亲自去做。听着暖心的话语，星河拿起了烤好的面包，递到了温南希的面前。你尝一尝味道如何？温南希没有伸手去接，而是直接咬了一口，正好触碰到了他的手指。很甜的味道。这家伙不是在撩我吧？实在让人招架不住啊。那个甜的话就多吃点，你也别光顾着我们，你也多吃点，剩下的我来烤就行了。随后星河又来到萧继寒的身边，这是刚烤好的面包，你尝一尝味道怎么样？看着眼前笑意盈盈的妻主，萧继寒只觉得他不一样，眼眸清澈，笑意也纯粹真诚。就在他愣神的功夫，星河似乎想起了什么，随后他便自己先吃了一口。放心吧，没有下药，你可以放心吃的。萧继寒本就不善言辞，总是在默默的干活，而星河随口的一句话，又会被他默默的记在心里。本想解释一下，但话到嘴边就变成了多谢妻主，口感很好。看着他吃饭的样子，也不知怎么的，就觉得他的脸色过于苍白，该不会是穿越那天下药造成的吧？那种药只有那种方式才能解除，否则只能靠他硬扛过去。想到此处，星河的脸又红了起来。萧继寒，我给你把脉看看你身体情况吧，有一些问题，我或许能帮忙开药解决。萧继寒想到身体里隐藏着的问题，神色一动，随后星河就开始为他把脉。虽然觉得脉象不太对劲，但还是探查不出什么问题。宿主，他这是从小就有的寒症，寒症那不就是寒毒吗？差不多，他是天生冰魄体质，这种体质修炼速度也异于常人，但寒气积聚，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寒症。听到系统的解答，星河心中一震，没想到这个萧继寒还挺能隐忍的，系统却在此时补起了刀。就在你穿越过来那天，前身还给他下药刺激了这股寒症，他那天真的差点就崩溃了。星河一想到这些，就羞愧的不敢面对萧继寒，那他为什么不反抗啊？在寿氏大陆，寿夫的修养守则就是遵从妻主，而萧家很在意自己的名声，所以星河大为吃惊，模糊的记忆也清晰了起来。难怪他们想要逃离这里，前身鞭打他的记忆浮现，这样的痛苦会伴随他们一生，根本没法抹去，这更坚定了放他们自由的决心。有了自由才能忘记过去。萧继寒，你身体里有寒症，是我连累了你，北方的寒冷让你的病情更重，是不是平日里也很难受？萧继寒有些诧异的看着星河，没想到他通过把脉就发现了问题。我还好，不碍事的，你别担心，我会为你开药调养身体，以后你就不用因为寒毒压制境界了。萧继寒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，他竟然可以根治寒症，原来大祭司说的契机竟然是妻主。我现在要用异能为你调养一番，你放心，我没有其他的想法，真的就是单纯的给你治疗。我说过的话一定算话。看着他的眼神，萧继寒就知道这话有多真诚。我也希望寒症能早点好起来，否则压制实力无法变得更强。星河想着赶紧给萧继寒治疗一番，在他的房间里总会勾起痛苦回忆，内心的愧疚无法让他待在这里。妻主，可需要解开衣服吗？解什么衣服？星河吓得都结巴了起来，但没想到萧继寒的速度如此之快，听到一个解字的时候，腰间的系带便随之滑落，吓得星河连忙捂住眼睛。这大银毛的身材竟也这么好，他现在只觉得脸发热手发烫。你快点穿上衣服。妻主确定吗？清冷低沉的声音简直撩耳的要命。确定。星河此时脑子嗡嗡作响，完全没法正常思考了。再次转过身来的时候，萧继寒已经捂得严严实实了。随后星河运转木犀异能为他治疗寒毒，木犀异能如同阳光一样带着暖意，一点点游走在萧继寒的身体里。萧继寒闭着眼睛，感受着身体中细微的变化，仿佛冰天雪地里出现的太阳，暖意缓缓驱散寒气，身体都轻轻地颤动了起来。星河感受到了寒毒的抵抗，不自觉地皱了皱眉。萧继寒，你不要抵抗我的异能力量，那样效果会很慢，你要完全的信任我。你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然而他体内的寒气仿佛被激怒了一样，开始强烈的反击。星河的神色越发凝重，顾不得保存力量，直接全力运转治愈异能。萧继寒身体里的寒气也被压了下去。好了没？突然眼前一黑，星河直接晕了过去，感觉到了身后的异样，转身一把将星河揽到怀里。妻主，此刻的喊声不复以往那样平静，冷清的男人第一次慌了心神。妻主，对，找巫医，我这就带你去找古巫医。当星河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就感受到了他身上好闻的气息，不得不说这股气息干净又清雅，真的在我的审美点上啊。妻主，你醒了，你刚刚晕过去了，我这就带你去找古巫医看看。我没事，就是刚刚异能消耗过度，这会儿好多了，能这样被受缚抱着，异能的恢复速度也提高了很多。星河抬头看着他清冽的眼眸，仿佛藏着复杂的情绪。等我帮你把寒症都解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他翻篇吧，好不好？听到这句话，萧继寒却满是疑惑，过去的事情是指什么？你不同意的话，那我先回去了。看到妻主生气了，他也来不及反应了。我没有不同意，我说好，你的话我都同意。虽然还是不懂，但实在也不敢再问，反正他想翻篇就翻篇，只要别再是两不相欠的话。现在妻主解了自己的寒毒，也相当于救命之恩了。那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把寒症治好的。没等萧继寒有所回应，星河已经走了出去。晚风拂过发丝，让他更冷静了一些。所以萧继寒解衣服是为了试探我吗？毕竟身体在治疗时是被禁锢住的，若我想做什么，他也无法反抗。想不到看似淡然的样子，实则很聪慧，颇有心性。系统也开启夸夸模式，这几个兽夫心性智慧都是一等一的。流放路上面对围追堵截，他们都能将你安然无恙的送到此处，能力智谋都是相当的在线。这三人不会成为敌人了，让星河安心了不少。对于他来说，现在变数太多了。但想起梅清晨，星河又皱起了眉头。你知道梅清晨本命剑里的剑灵吗？怎么会有剑灵？按道理说只能有灵气存在才对。可我在修复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戴着面具的男子，他的气息很强大。面对星河的疑惑，系统也是沉默不语。宿主，我查探不到，或许此人过于强大，超越了我能探查的范围。
就像谢公子一样，身上都带着神秘莫测的气息。除非是哪位大能暂时寄居在这把剑中。这番话让星河的疑惑更重了一些。可是这位大能什么时候寄居进去的呢？难不成是在死亡谷那里？前身流放路上把剑扔在了那里。据说那是一个极为神秘的地方，没有生灵可以活着离开那里。也不知道梅清晨用什么办法从死亡谷把剑带回来的。小狐狸第一次吃面包就被面包的味道香迷糊了。妻主真是做什么都如此美味，这些也是要去护市售卖的吗？想到他要去护市做生意，狐狸的脑袋里就有了奇奇怪怪的想法。妻主的东西都是好东西，应该有人会买的。要是东西卖不出去，大不了雇人去买。花岭叶虽然不懂怎么做生意，但还是想起了父亲的嘱托。当年父亲被母亲一家人所利用，失去了所有财产和刺绣技艺。叶儿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你一定不能展露绣技。当年若不是我会这些独特的绣技，或许不会被徐家盯上，花家也不会被打压成那样。叶儿，你要保护好自己，不要走父亲的老路。星河的声音拉回了他的思绪。先不卖面包，面包成本高一些，不好存放，容易坏掉。感觉一些日常食用的会好卖一些，比如止血药包、驱虫药包这种东西，还有番茄酱、红糖这种好存放的。听着星河滔滔不绝的计划，大家都明白了他的心中早已有了安排。看着眼前的妻主，温南希内心连连感叹，没想到妻主竟对做生意如此了解。妻主做的东西都是好东西，只要尝过味道后，就没人能够拒绝这种美味。虽然知道花岭叶是在哄他，但还是很愿意听这种话。不愧是老狐狸啊，还是那么会哄人开心。正当四人吃着面包说着话的时候，突然间一股剑气涌了上来。妻主小心！三人条件反射的将星河护在身后。虽然三人一起出手，但并没有阻拦住那把飞剑。这把剑非常灵敏，避开了温南希他们的防护圈，直接来到了星河身边。妻主小心！花岭叶脸色骤变，直接甩出九尾去阻挡剑气。梅清晨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别以为我不会杀了你！此时的梅清晨简直郁闷的要死，他能说不是他让这把剑过来的吗？看着剑拔弩张的三人，连忙尴尬的解释起来，不是我没想过做什么，更何况还是你们吃饭的时间。原来为了不被饭菜的香味诱惑，只要是吃饭的时间，梅清晨都会出门，总不能自己打自己的脸去吃饭啊。妻主帮我修好了本命剑，我定然不会对他做什么的，只是这把剑我刚刚操控不了，它是自己飞过来的。说话的时候，梅清晨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面包上，还有这些酱汁他也没见过，这可让花狐狸逮着了机会。这是妻主用土豆做的薯条，那是用糖和西红柿做的番茄酱，哎呦喂，可香了。可惜你不愿意吃妻主做的饭，我们自然也不能勉强你，让你惹妻主不高兴，让你对他说那样的话。不过这是你的本命剑，你竟然操控不了，你最好给我们个合理解释。本就清冷高傲的梅清晨顿时没了脾气，被三人这么对峙着，有一种脸被按在地上摩擦的感觉。我真没想过来找麻烦，你们不信，我操控给你们看，这脸可丢大发了。自己的本命剑竟然不受控制。虽然梅清晨试图召唤回本命剑，但他完全不听指挥，星河走到哪里他就跟去哪里，完全无法避开这把剑。不是吧，这是赖上我了？我就是给你修复了一下这把剑，可没做过任何手脚，你的剑你最了解。梅清晨恨不得现在找个地缝钻进去，他直接握住本命剑，想要直接拉着往外走，只是这把剑一直在跟他拉扯较劲。哎，这可是你自己的本命剑啊，跟我无关啊。梅清晨感觉有一口气堵在胸口，总不能说这把剑自己主动亲近星河吧？自己的本命剑竟然有了这种情绪，才是最让他郁闷的。最后实在没办法，他直接划破手指，一滴血滴落在剑上，终于强行控制住了这把剑。只是一瞬间，空气里弥漫起了迷人心魄的檀香味，这是他血液的香味吗？之前冰雪灵兽的血能够引起兽潮，他的血该不会也有什么特别的吧？别引来变异兽啊！温南希脸色骤变，你们梅家的血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星河也意识到了什么，赶忙用异能帮他修复了伤口。我可不是为了救你啊，是怕你的血引来麻烦。听到这句话，梅清晨差点气过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随后他就提着剑离开了家里，他觉得不能在家里多待了，这把剑天然亲近星河，实在有些麻烦。转眼就到了护市的这一天，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星河就早早起床了。没想到院子里三人早就起来了，你们怎么也起这么早？早一点去护市也能占一个好地方。是啊，妻主，去晚了就只有旮旯一点的地方了，位置好一些，也能更好的卖东西，不是？他们都知道，星河很看重这次护市交易，附近有10多个部落，每到护市的时候，去的兽人会非常多，稍微晚一点就被占满了。没想到他们还挺细心的，位置当然越靠前越好了。就在出发的时候，该来的还是会来。三个人为了谁驮星河争执起来。温南希化成蛇身来到星河身前，我来带着妻主，你是蛇，身上连个缓冲都没有，妻主会不舒服的。还是我驮着妻主，我身上全是毛茸茸，可软和了，妻主抓着也舒服一些。平日沉默的萧季寒也不复往日，我的速度更快，所以我带着妻主会更快一些。眼看三人互不相让，周围都弥漫起了微妙的气息。星河此刻只想悄悄地离开，等他们吵出个结果直接走就行了。万万没想到，刚刚往后退了一步，三个人就转头看向了他，一股压迫感瞬间袭来。啊，那个我忘了点东西没拿，我回去拿一下下。花狐狸这时候反应倒是快了起来，狐狸眼一勾，腰也一笑，要不妻主来选吧，妻主最想让谁带你去护士也好，妻主来选吧。萧季寒也表示听从妻主的选择。好，三个憨憨学聪明了，只怕我一开口，他们就要打起来了。本想着选温南希，但也不能让后院起火啊，还没到护士就打起来可不行。感受到了空气中无形的压迫感，星河突然灵光一闪，要不大家抽签决定吧，这个办法是真的好，按照概率来总不能打架吧。此时三人身上的气势都收了起来，这样也公平。最后经过三人抽签决定，去的时候是花岭叶驮着星河，回来的时候是温南希，没萧季寒什么事儿。此时他身上的气息都变得冷飕飕的，但星河没敢想太多，以为只是治疗引起的后遗症呢。花岭叶小心地将星河卷上了后背，语气柔和地嘱咐着：妻主坐好了，若是不舒服就跟我说，一定
定要让妻主坐着舒服啊，要是妻主下次不带着我，可就麻烦了。感受到了其他两人的目光，花狐狸也不在乎，只要能带着妻主就行，管他们俩干嘛？妻主可以抓住我的尾巴，这样会稳一些。说着就将尾巴圈了起来，将星河围在其中。没想到坏狐狸这么细心体贴，这围栏扶手不要太舒服了。花岭夜的速度又快又稳，7月的风徐徐吹来，让星河有一种清爽的感觉。温南希和萧继寒也化身本体，在两边随时保护着星河。半个小时后，他们到达了云霄城。此时天才蒙蒙亮起，已经有很多兽人在门口排起了长队。妻主，进城需要排队交进城费才行。看着星河满脸的疑惑，温南希赶忙解释起来，这是兽皇城下达的命令，各城池进城门都要收进城费，用作城池建设防护。不过各城池也是城主全权管理。云霄城收费较少，只需1个铜金币。听了这话，星河不住的点头，确实算少的了。云霄城是不是算北方比较好的城池了？对普通兽人来说，算是公认最好的了。护市的时候是不允许私自打斗的，一旦发现就会被驱逐出城，所以大家都愿意来这做交易。不过星河还是有些担心，如果城主与兽皇城有牵连，那么一定会有人想要杀他。温南希看出了他的担忧，轻柔的安慰道：“城主历来是云氏家族的人，他们从祖上一直管理着这里，只是这一代继承人体弱多病，所以局势可能会有变化，但暂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。星河最关心的还是治安问题，如果生意好的话，以后还要经常来的。”这时队伍中的其他兽人也聊了起来，听说了没有？云霄城云公子得了重病，正在到处找神医医治。真的假的？如果云公子出事了，那云霄城会不会落入别人手里？对啊，别的城池进城费都比较贵，也就云城主考虑咱们普通兽人的情况。星河听了一些八卦后，也跟着交费进城了。大概是因为护市的时间，所以街道上的人非常多，人还挺多。妻主小心一点。温南希小心地护着星河，防止有人不小心撞到了他。很快他们就找好了摆摊的位置，这个位置应该不错，先把东西拿出来吧。随后星河从空间里把东西摆放出来，有驱虫药包和止血药包，还有炒瓜子和红糖。这个藤篓还挺好用的，谢谢你啊。听到妻主的夸赞，清冷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。妻主若是喜欢，季寒再多编一些，看看今天生意如何。要是东西好卖的话，再多装一些东西来卖。按照星河的规划，做生意要比去打猎划算，而且还不会遇到危险。虽然时间还早，但逛街的人逐渐多了起来。这些人这么早就来买东西了，大多数人应该在城内居住，他们会来买一些早饭或者食材回去。听着温南希的解释，星河也仔细地观察着环境。早晨要是卖早餐生意应该会好一些。花岭夜也顺着视线看向对面的摊位，那种摊位大家要起得更早，好把早食做出来。为了吸引兽人们的注意，星河也开始吆喝了起来，卖红糖喽，可以免费品尝。红糖是兽人熟悉的东西，只要吸引人来就可以推销其他的。还真是红糖，摊主，你这红糖怎么卖的？1块红糖要5个铜色金币，只要5个铜色金币，你确定吗？别的地方比你这个小，还需要7个铜金币呢。星河赶忙切了一小块递了上去，可以免费品尝的，绝对很香甜，回去泡水喝做红糖糕都很好。当1块红糖被吃下后，兽人的眼前一亮，我买20块，这是100个铜金币。看着这些小钱钱，星河笑得更加明媚灿烂了。正忙着装红糖的3人看到星河对别的雄兽笑的样子，心里的醋坛子都被打翻了。正宗红糖1块只需5个铜色金币，价格便宜，免费品尝，不甜不要钱了。星河清脆的声音吸引了很多顾客，温南希赶忙将糖块递给大家品尝。感觉到时机差不多了，星河开始推销自己的瓜子，这是瓜子，也可以免费品尝，不好吃不要钱哈，买一点点尝尝吧，招待客人必备良品啊。这个相当于干果了，雌兽很喜欢吃的食物，大家不妨尝一尝啊。看着星河自然熟悉的样子，3人都有些恍惚，这真是以前的苏家大小姐吗？星河发现在这做生意不用那么卷，兽人不太使用什么促销手段，最多就是吆喝几声，然后坐等客人问话。很快摊位上就被围得水泄不通，3个人都抢着帮忙装货。妻主，这个我们来吧。刚刚看着星河招待顾客，3人感觉都被忽略了，赶紧找个机会找下存在感。然而星河推销止血包的时候却遭到了质疑，这种能好用吗？就是还那么贵。花狐狸听到这话火气就上来了，凭什么这样说我的妻主？你们去打听打听，医馆都卖100铜金币，我妻主这么一大包才50金币，还不算便宜的吗？星河连忙拉住了他，这要是把顾客都气走怎么办？我这里有免费试用的小包，若是好用，你们再回来买也一样的。你们又不是大夫，可别来骗人了，免费的还能好用，别不是小包是真的，大包是假的。看到星河受了委屈，花岭夜直接一把将手臂划破，现场用药包给你们看一看，大家就知道效果了。星河顿时愣在原地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咱只是来做个生意，你咋还伤害自己了呢？花狐狸一脸大义凛然地表示，妻主无妨，让大家看看止血效果如何。接着拿过1包止血药倒在伤口处，看着那伤口渐渐止血，摊位前的兽人不淡定了，若不是亲眼所见，打死我也是不相信的。比医馆的药包都好用啊！快，我买3包。对，我也买1包。不对，要2包。花岭夜看着被抢购的止血药，突然觉得自己帮了很大的忙，浑身充满了干劲。温南希和萧继寒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亏他竟能想出这种办法。现在妻主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花岭夜还想继续帮忙打包，却被星河制止下来。你今天不许干活了，我是想做生意，但你们不能伤害自己。这会让星河想起前身对他们的虐待，心里很不舒服。虽然感激花岭夜，但不能让他们误以为这是对的。听到妻主生气了，狐狸眼都露出了可怜兮兮的神色。妻主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下次保证不会了。看出星河脸色不好，温南希也轻声宽慰，放心吧，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了。看到星河的反应，他才突然意识到，走进妻主的心里也不容易，但他不后悔。
妻主卖东西的时候很开心，他就想守护她的笑容。看到大家都明白自己的心意，心和神色柔和了不少。下次不能这样做了，我不希望你们受伤。花狐狸一听又绽开了笑容。我知道了，妻主还是关心我的，我保证听你的话。你让我往东，我绝对不往西。这老狐狸又来蛊惑我，你赶快去一边歇着去，再乱动就拿你做衣服。